今夕何夕兮，剑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山遥木须，路遥知。星月君兮，知人不知。山遥木兮，路遥知。心远君兮，君不知。君不知。哎，小王，皇兄一再退让，他对皇位没有丝毫野心。如此文弱的一个人，父皇为何还是不放过？什么？想不到德昭的死，你竟以为是朕的旨意？我们父子俩的猜忌，竟到了如此地步！分明是父皇眼里容不下其他人。混账！还敢强词夺理！来人，把襄王关起来！父皇，你告诉我，这天底下你还能信谁？你陛下息怒，免得伤了龙体。朕苦心栽培他，要立他为太子，在朝廷为他扫清障碍，他却视朕为杀人凶手。陛下何必为襄王生气？襄王若是不堪栽培，陛下也还有其他皇子啊。那你说说，除了袁侃，还有谁可以继承皇位？楚王元佐向来恭敬孝顺。你是不是认为朕是个昏君，不辨是非？朝中大事用你们后宫的女人来决断吗？陛下息怒，臣妾并无此意。朕早就跟你说过不止一次，身为皇后，要懂得本分，后宫干政，此乃重罪。如若再犯，朕绝不轻饶你。臣妾知罪。昨夜德昭在襄王府遇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袁侃逃不掉干系，朕已经下旨将袁侃入狱，大理寺即将查清。陛下，陛下，襄王与德昭郡王自幼相伴，兄弟情深。臣幼时也曾多次服侍过他们兄弟二人，襄王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来。朕本意是让德昭住在宫中，袁侃之意让德昭住在他府上，分明是早有打算。陛下，此事蹊跷颇多，不可草率结案。老臣奏请彻查此事，还德昭一个公道。请陛下彻查此事。请陛下彻查此事。老臣荐举一人，大理寺少卿寇准。此人足智多谋，办案有方，此事交于寇准彻查，定能查得水落石出。朕准了，就让他去查去吧。
娘娘，下官将郡王的尸体带走，还有昨晚饮酒的这些酒具。后院是案发之地，下官已经做主将其封闭，以为保留证据，还望娘娘约束下人，不要自行开启。寇大人，可否告知妾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郡王怎么会突然暴毙？襄王殿下怎么好端端的又下了诏狱呢？郡王是死于非命，而且是源于酒中下毒，与郡王同饮的只有襄王一人，所以皇上下旨将襄王关押，待下官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定论。这酒中怎么会有毒呢？不可能啊！娘娘可否告知下官，昨晚这酒水是何人所备？是夫人所备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姐姐，不是！我要杀了你这个贱人！娘娘息怒！娘娘住手！见过郭大人。寇大人辛苦了，此案非同小可，就拜托你了。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今日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将酿成大祸。这院中人多口杂，还有寇准在场，你竟敢要拔剑杀人！你这贤淑之名还要不要？你若真取了潘玉书的性命，那潘家又如何饶得了你呢？酒是他备的，郡王喝完便命丧襄王府，不是他害的，还会是谁？玉书他争宠还来不及，又怎会伤害襄王？王爷丧命，他与潘家又有何好处呢？那就定是有人做了手脚。那又是谁想无缘无故的谋害襄王殿下？襄王殿下又不曾记下仇家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觊觎太子之位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他的仇人呢？既如此，皇上又为何不分青红皂白，在真相还未水落石出之前，就将殿下关进大狱？昨夜死的那是郡王赵德昭，谁又能知道下一个死的人是不是襄王殿下？皇上正是看破了这一点，才下旨将襄王下狱。这天底下，又有哪里比大理寺的监牢更加安全呢？皇上真的是为了保护襄王殿下？青衣呀，青衣，你心志如此，日后又如何母仪天下，治理后宫啊？丽姐，来吧。哎，嫂嫂，丽姐，找我啊？听说襄王殿下因为杀人被下了诏狱。一个负心薄幸之人，做任何事也不足为奇。不，丽姐，他不会杀人的。嫂嫂，你对襄王究竟了解多少？又如何这般笃定信他？这场夺嫡之战中，郡王死了，襄王被怀疑下了大狱。你细想想，剩下还有谁能从中获益？你是说秦王？王府被围得铁桶一般，秦王不能出入，他是如何安排他手下下此毒手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做到的。那天我在秦王府看到了杀死皇孙灵儿的宫女，就葬在府中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一姐，我知道郭翰林是你的恩师，你一定要将这个消息传给他，不光是为了襄王，更是为了我。我不能一辈子东躲西藏，背负着杀死皇孙的罪名。我留在秦王府，忍辱负重，也是这个目的。嫂嫂，你早该告诉我此事。我情知危险，不想让你也陷入险境。但是事已至此，我只有来求助于你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竟如此大胆，敢绑架朝廷命官！寇大人，请稍安勿躁，小人只是奉命行事。寇大人请。
下官寇准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本宫尚未开口，寇大人如何得知身份？为下官带路之人，声音尖细，脚步细碎，想来定是宫中的内侍。宫中女子能够使唤得了内侍，且能够微服出入皇宫的，恐也就是娘娘一人了吧？寇大人果然心细如丝，名不虚传呀。本宫只想问寇大人一句：襄王毒死德昭郡王一案，可有结果？回娘娘，本案正在追查，尚无定论，下官也不敢断言。不过娘娘说是襄王下毒，为之不妥吧？可我听说郡王是死于襄王府上，跟他喝酒的也只有襄王一人，襄王恐怕无论如何也难逃嫌疑。既然如此，寇大人又何苦辛劳查案，节外生枝呢？下官明白娘娘的意思，一定恪尽职守。寇大人是个明白人，你若办好此案，锦绣前程指日可待。多谢娘娘。陛下，根据刑部所掌握的证据，德昭郡王一案杀人凶手正是襄王。寇准，你有何理由断定杀人者便是袁侃？郡王乃是先帝之子，此次回京定是与襄王争夺太子之位。据臣分析，这正是襄王痛下杀手的原因。微臣已在襄王府找到了相关的物证，这2只酒碗便是当日2位王爷对饮所用。臣勘察，一只碗中有毒，而另一只碗中无毒。这致人死命的剧毒并不是藏在酒中。当日虽是潘王妃备酒，但此案与潘王妃无关。这2只酒碗一直是由襄王所藏，从不示人，因此除了襄王，不会有其他人再做手脚。陛下，臣于昨日连夜审问了襄王，他已服罪，对杀害郡王一事供认不讳。好一个袁侃！陛下，陛下明鉴，襄王冤枉啊！陛下，请息怒。陛下，袁侃是一时糊涂，望陛下宽恕他。袁侃为了一己私欲，竟然不惜与手足相残，此罪绝不可饶恕。按大宋律例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陛下，陛下，老臣曾为襄王之师，今日襄王犯下如此罪过，乃老臣不教之过。若陛下处罚襄王，老臣当以死谢罪。胡爱卿，此事与你无关。请陛下吩咐。罢了，将袁侃贬为庶民，流放房州，永世不得回京城。父亲，查出真凶了吗？寇准已经查明真相，铁证如山，凶手就是襄王。父亲，襄王殿下自幼跟你读书，你对他的为人最为了解。他自幼品性善良，怎么可能去害人呢？皇上已经定罪了，将襄王流放房州，永不可回归京城。夫人，一姐，方才我听府里人说，襄王殿下被治罪，流放到了房州，你可知此事？我知道，襄王明日便会启程前往房州。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救襄王殿下了吗？证据确凿，郡王、襄王一同饮酒，郡王的酒碗中被刑部查出有毒，襄王却平安无事，作何解释？本是死罪，郭翰林郭大人一再求情，死罪免过，这才被流放到房州。可这绝非真相啊！嫂嫂，皇上圣旨已下，即便不是真相，郭翰林郭大人那般手眼通天的朝中重臣都束手无策，你又能怎样？这些钱奶娘拿着，这是为何？一些你留着，一些给婉儿。钱虽然不多，但也够你们衣食用度。我愿与夫人、王爷同甘共苦，我哪儿也不去。
奶娘。卢大人，请回。放肆！我乃朝中重臣，前来拜见秦王，有何不可？卢大人，我们奉旨行事，别无他意。大人请回。哼！卢大人飞鸽传书说，今日袁侃已带着家眷启程前往冯州。陆多逊又在催我起事了。殿下之意呢？你活着的一天，就是太子登基路上的绊脚石。这场皇权的斗争，殿下终究是躲不过的。你可曾想过，一旦失败，是何下场？禁军都围到府邸了，还能躲得了几时啊？君逼臣反，此乃天意。那就反吧。早有安排，这些舞女都是卢大人事先安排好的，早就防备着皇上有突然发难的这一天。贱人，你这是坏了秦王的大事。今日皇后娘娘生辰，皇上设宴，我们正好有机会进宫。正是起事的绝好时机。卢大人策划周密，滴水不漏，已将今日之事安排妥当，只等着殿下一声号令，便可动手。夫人，宁武的腿伤很重，若是让他去，必然会露出马脚。舞女的人事我已经报与皇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香儿，过来。夫人有何吩咐？你可曾学过跳舞？香儿在蜀地的时候学过舞蹈，但武艺不精。便是她了，你带她到揽月阁，与舞女们进行练习，随我进宫。是，夫人。随我来。为庆祝皇后娘娘生辰，臣妾特意准备了一班乐舞，请娘娘欣赏。今日入宫，臣妾特地穿了一身新衣，不知娘娘可否喜欢？果然别致，这是蜀绣，乃我府中蜀地的绣娘所为。回头也给我做一件，臣妾不胜荣幸。有埋伏！
你还在等卢都逊吧？朕恐怕你是等不到了。此刻拱辰门已经关上了。拉下去，关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我就是到了阴间地府，也不会放过你们，一个也不放过。走，护驾回宫，快，护驾！英儿，殿下，来，我向你引荐一人。来，可否认得？义姐，不负重托，幸不辱命。夫人，刘娥没有死，婉儿，你竟然骗我！你知道是我让你去救刘娥的，你竟然连我都不信。我相信夫人，夫人可知我拿给苏公子的那块令牌上写的是什么吗？令牌是密封的，我不曾打开，当然不知。原本当初父亲并不想救刘娥。那块令牌上只写了一个字。什么字？杀。他这边让我上殿替刘娥求情，那边又让苏玉简杀人灭口。其实，无论我在殿上向皇上求情，结果如何，刘娥都只有死路一条。老爷无非是想让夫人赢得殿下的宠爱。枉我礼佛诵经这么多年，却干出这样杀人害命的事，是何等的罪孽！夫人，姐姐。我知道襄王殿下不是贪恋美色之人。那刘娥入府之后，姐姐你说，他会给刘娥一个什么名分？他就这样堂而皇之入主我襄王府了。他的名分，可由不得我做主。你我在家随父随兄，嫁了人，就只能听命于夫君了。姐姐，难道你就不恨刘娥吗？灵儿的死是秦王所致，刘娥也差点被冤枉致死，只可惜我灵儿生来命薄，没有这个福气。夫人，没想到心机算尽，最后会败在你这个无名小辈的手里。死了一个德昭，换来的是皇上和袁侃的决裂。是卢大人安插了一名侍女到襄王府，在德昭的酒里下了毒，把罪名安插在袁侃的头上。陆逊莫不是要胁迫本王造反？就算是殿下愿意放弃王位，成为庶民，皇上终究还是放不过你的。谋害天子本就是不赦之罪，夫人应该劝秦王早日收手，才不至有今日。我知道你生性善良，所以请求见你一面。有一件事，我想托付于你。夫人请讲。
宝儿本来命运不济，但是现在，我和他的父亲都要离他而去，他命中的诅咒便也随之消除。所以今日我想将宝儿托付于你。襄王殿下已求过皇上，皇上已经答应将宝儿赦免，送进慈幼局，宫中会有专人照料。宝儿长大之后，可以领宫中俸禄，衣食无忧。今日，宝儿已经重见天日，像正常人一样。多谢。宝儿得以善终，你我恩怨一笔勾销了。夫人放心。皇上，还来做什么？袁侃的儿子是你派人杀的？非也，是鲁多逊的安排。那德昭之死也是鲁多逊所为。哼，鲁多逊已经死了，死人是不能开口的。皇上这一生又信过谁呢？信得过袁侃吗？信得过皇后吗？还是信得过那赵普？你从未相信他们任何一个。2条人命，一个皇孙，一个皇子，即便是卢多逊所谋杀的，又何尝不是你指使的？你丧心病狂，还要杀朕！要不是我和袁侃早有提防，那东京城岂不是血流成河？你杀多少人才能住手？我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。我赵廷美只求做个顺臣，安稳度日，此心苍天可见。可你执意要将我灭口，我还能退到何处？横竖都是一村，只能放手一搏。你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无辜的吗？你我陷于大秦殿下，却又侥幸逃脱，这是老天开眼上层眷顾，应许我安度余生。皇上，你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因为我知道了你所有的秘密。烛光浮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想瞒过天下人吗？你杀死兄长，篡夺皇位，现在又要逼死亲弟，你手上沾满一母同胞至亲兄弟的鲜血，有朝一日你必遭天谴！告诉史官，秦王谋反不成，撞柱而亡。王总管，娘娘，半个时辰前，秦王死了，秦王妃也不在了。平日里人人都说襄王面善心慈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心机藏得好深呢。娘娘所言极是。那秦王之乱被平定后，襄王立下了大功一桩，皇上比从前更加倚重于他，这太子之位，看来是非他莫属了。现在说这话，未免为时过早。退下吧。是。
奶娘，姑娘，你先回去吧。刘姑娘，夫人病了，需要养病，你就先回去。奶娘，夫人病了，我愿意伺候夫人。这用不着你，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？哟，这谁呀？这是潘夫人。潘夫人好。你就是刘娥。正是。你回去吧，姐姐不愿见你。我来是诚心向夫人道歉的。你诚心也罢，不诚心也罢，你以为姐姐会在意你吗？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现如今你将王爷霸着，愿你手段了得，好生霸上一辈子，否则日后你如何自处？刘姑娘，先回去吧。姐姐，夫人把我赐给你了，以后我来伺候你。为救刘娥姐姐性命，我不得不向夫人隐瞒。我不怪你，既然你心中已经认定了刘娥，便将你赐予她吧。是不是因为我，让你开罪了夫人？姐姐不可这么说，姐姐从来都不把我当下人看，待我如亲妹妹般。你遇到了大难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夫人已经把我赐给你了，除非姐姐不想要我。我怎么会不想要你呢？欢喜还来不及，只是你跟着我，怕是会委屈了你。我这吃的用的，可都不比夫人呢。要那些没用的做什么？只要能跟姐姐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好。有你真好。姐姐，快来！你看。殿下，赵普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宰相大人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请。请看，请看，请。秦王之乱平复之后，本王正在拟定诸位大臣的名单，论功行赏。正想起赵大人，大人可就来了。此番评判，老夫的作为不足一提，倒是殿下运筹帷幄，处乱不惊，很是值得钦佩呀。大人过奖，请。殿下为众臣论功行赏，不知是否想到郭大人，又是否想到为你立下汗马功劳的潘家父子啊？大人放心，本王不曾忘记。只是殿下是否想到，你对郭夫人、潘夫人不闻不问，只宠爱那刘氏一人，只恐郭大人、潘家父子难免会寒心呐。殿下将宠爱给予刘氏一人，同时也是将恩怨给予他一身呐。殿下自幼在宫中长大，这个道理，殿下应是懂的呀。夫人，已经抄写了一整日的佛经了，歇一歇吧。抄多少遍佛经都赎不了我的罪业。老爷遣人送了金丝燕窝过来，说是宫里才有的东西，特意送到王府来。夫人，听我一句劝，这金丝燕窝还要请夫人亲自送到殿下那里。莫要寒了殿下的心，只要夫人再诞下一位世子，就算那刘娥年轻伶俐，又能奈何？夫人，宝儿在慈幼局过得很好，没有人再将她关起来，更没有人拿剑指着她。
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狂躁了。夫人九泉之下，也可安息。嫂嫂，刺杀皇孙的宫女已经关到大理寺牢房了，也总算是真相大白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没想好。经历了平定秦王之乱后，皇上愿意赐官给我，郭大人也给襄王推荐了我，希望我能辅佐襄王。那你意下如何？我觉着王室过于险恶，经历了平秦王之乱，我不想再待在王府，面对王室之争了。可是襄王殿下，他心地善良，为人宽厚，与别的皇子不一样。不然我也不会嫁到襄王府了。襄王殿下在朝中容易轻信，不懂得保护自己。其实他身边更需要一个有才智的人辅助他。你愿意吗？陛下，襄王求见。父皇，儿臣办事不力，才会遭此祸端，让父皇忧思成疾，儿臣罪该万死。有罪的不是你，是刘娥。她出家未到1年，便克死亲夫，进入王府，再克皇孙，秦王一家惨死，她依然脱不了干系。这个女人，命带在心，不可留在身边。父皇何出此言？刘娥她并非灾星，也非祸水，她是儿臣与父皇的救命恩人。那日寿宴上，若非她及时出现，父皇早已被刺客所伤。皇叔叛乱，本也是欺君犯上的死罪，父皇又怎么能怪罪刘娥？朕已赐她鸩酒自尽，她又活过来了。朕且看成上天眷顾，留她以性命。皇后寿宴，秦王谋反，她救朕一命，也算是将功抵罪吧。明日便将她逐出京城，父皇永不得回归。记着，刘娥乃不祥之人，天生灾星，切莫亲近。父皇。奶娘，奶娘，我跟姐姐是特地来向夫人请安的。不必了，日后不必来给夫人请安，夫人她不会为难你的。以后不要再来见她了，回去吧。奶娘，老樊给夫人带句话，还请夫人珍重。婉儿，我们回吧。我身在蜀地，之前成过一次棋。我的前夫是个秀才，读书写字都是他教我的。后来他得了重病，去世了。那时候，我肚子里怀了个孩子。后蜀战乱，我与小叔举家北迁，途中与家人走散，我就跟着难民一路到了北方。孩子也没保住，姐姐的命好苦啊。后来到云州，遇到了襄王，来到了东京，却没想到更多的磨难接连而至。我其实很喜欢孩子的，可是我身边的孩子却一个接一个的死掉。也许我真的像他们说的，是个不祥之人。
不是的，姐姐。姐姐，你以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你跟襄王的孩子，他会长得像襄王一样英武，像姐姐你一样善良。快，前面决堤了！哎，沙袋为何会漂浮水面啊？不管了，先扔下去再说。奏折中说，此次黄河水势汹汹，数次决口，已泛滥数州，朕日夜为之忧心。臣召集过来，正为此事。治皇已迫在眉睫，朝中应增派人手前往处理，否则水患将危及京城。爱卿已有推荐人选，襄王如何呀？在早烟光过，为水波生夜。征朝雨，几经尘雪，正安发。只轻轻杨柳，有诗情盼热。只有后悔身世切，跟君一杯酒，歌一阙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自斟醉，听取阳关者，念故人，千里自此共明月。敬一杯酒，歌一阙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自斟醉，听取阳关者，念故人，千里此次共